早上好，看看我们昨天的这个战果，这就是出发前的准备哈，收拾了一大堆不必要的东西，这已经没有地方放了。幸亏我们的储藏的这个空间比较大哈，下边全部都是储藏的，大包小包的飞机，然后我们这边装的一些线啊什么的，拍摄用的东西啊，收音的设备啊，对吧？以及各种支架，还有补光灯支架，然后还有2包镜头，这是其中的1包，然后那里还有1包。这些东西啊，真的是每次出发的时候都要折腾一次啊。这次主要是因为我们换车，所以很多东西把不必要的东西，把更不必要的东西放下，把不必要的东西带上，对吧？因为这里边没有什么是必要的东西。还有这些稳定仪啊啥的，还且收拾呢。漫长的收拾过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个包包。这应该是全部的包包了哈，把乱七八糟，没有全部的，这除了衣服以外，全部的包包了哈。这个衣服还得再重新打包，当然我们提前准备了带厚衣服的包包哈，因为我们的衣柜里边是放不下，所以我们准备了很多这样子的软包来装衣服。等一下下午的时候看能不能来得及把这些搬到车上去了，全部都准备好了。大致数了一下我们的物品哈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1、12、13个包，这是我们的物品，除衣服以外的。你说这个出门要准备1年的东西，它需要多少东西啊？今年下去刚刚把小推车拉上来了，因为靠我们这个人就放门口吧，一会儿拉不出去了，对，靠我们人力啊，背这点包下去也挺累。今天一天没出来，外面天气如此晴朗，我们呢又拉的满一车，后备箱里边都堆起来了哈，后边这还有一些包子，拉到我们车上去。把这个大的 ARB 这个袋子也拿过来了，这个我们打算要装一些鞋子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。这2个袋子我们到时候全放在后边，所以我们后备舱这次看起来就比较整洁了哈。2个小袋子小号的，2个大号的袋子，然后我们今天还拿来一些这个车里边什么我们的锅呀什么的，先放起来。今天下午呢，我们还有一件事情要做，就是我们的车的密封条哈，这也是原车原用的哈，最外边一层的密封条，我们上台车也贴了。这个到了西藏很有用啊，因为这些车的密封，你看它密封条从这儿断了。到了西藏之后呢，它这个会存在一个问题，就是有风进到车里边，你脚下边会很冷很凉，所以呢我们贴的这个它整车的这个密封性就会好很多哈。所以现在正在贴这个贴这个还得用吹风机吹，要不然呢我们这儿现在天气太冷了，贴不住。今天我们来车上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，我们整个车上都没有垃圾桶啊，然后我们之前用的木质垃圾桶呢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放，所以呢把家里边垃圾桶拿来了，这是我们柜门上挂的垃圾东西，我觉得这个可以很适合我们车上，虽然它是铝合金的，这个样子不太好看，但是挂在这边应该是比较合适的，因为它这个垃圾桶是可以这样子开，可以这样子开，但是我担心它在行车的过程中啊会有异响，先用着，如果有异响我们把它拆掉。而且这个收回来的时候呢也不会影响到它哈。行，我们今天来车上拿了一些我们的碗筷呀什么，还有这个火锅，这个火锅我们是要带着的哈，这个我们俩在外边吃个小火锅比较方便。我们的密封条贴完了哈，这次的密封条买的有点薄了，所以呢这一侧也贴了一层，就这样他们还有一些点都接触不到。听，你看这些地方很多点都有些接触不到的，所以我们之后这个先这样用着，
这个密封条估摸着还得再换，现在暂时先这样用吧。那个是贴了2层，没办法。是吧？对。这边就厚多了，这边的话，我把这个厚的这边。好的。那边比较厚。再买就全是买成这种厚的，对，咱们整体贴出来，要比现在它背的东西。好的。请听现在这声音，关车门的声音，通一下哈，不像之前的咣一声，之前的那个声音就像关铁皮门一样哈。听现在这个声音就很不错了，完美。我们的后备舱，刚才我把锅已经全部放进去了哈，然后上面我们还要一个大的 ARB 袋子，一放完就没有了，我们的东西就全部带完了。多亏有这个后备箱，如果要是没有它的话，我们这舱早满了，就这个舱就给我们塞满了。驾驶室这一侧也完工了哈，也是满门这样子贴下来的哈，没有拆它原装的这个密封条，你看它原装的密封条只有到一半，然后也是两边都贴了，让它胶皮对胶皮这样子的碰撞到一起哈，这样的话关门它就没有异响了。这个异响是来自于它关门的时候扇到这个东西了，其实门是没有这声音的，关门吓我一跳刚才。轰一声。今天突然想起来试一下这个投影仪，然后刚才经过测试坏了，应该是摔坏了。然后现在这个灯按着没反应，就是即便有反应，它闪3下就灭了，噼里啪啦的响一下。里边应该还有其他的东西也开了坏了，所以这个我们可能要拿去修了。它掉下来的时候是磕到这个地方的，然后盖子开了，所以我们看找个地方去修一下它。这个投影的底座我们也要换，这个并不是很坚固晃晃悠悠的，晃晃荡荡的，并不是很好，所以我们要重新去选一个底座。下午我们还给这边装了个电扇哈，这就是我们常用的那个电扇，平时这个卡扣是活的可以拿下来。我们的线是从顶部走的哈，预留好的线管，然后穿到柜子里边有一个插座，这样就完事儿了。它可以挂到这儿，也可以挂到这儿，这儿我们也有一个。这个线管是穿到这个柜子里，这个柜子里有插销，所以到时候我们再穿一根线到它就可以了。其实不穿线也可以用，因为它是自带电池的哈，所以我们现在暂时还没考虑好床上要装什么样的电扇，暂时先这样。投影仪我们也坏掉了，然后搞了个以旧换新，然后我们换一台投影仪拿回去今天给它寄走哈，以旧换新。就这样。外边的灯我们正在装，过一下就能看到这个整个的灯亮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哈。遮阳棚上的灯已经全部装完了哈，线已经全部隐藏完了，我们打开灯看一下。梯子先拿开。室外灯，它这个外侧也有灯光哈，然后中间 X 型那个地方也是有灯光的，那个地方也有灯光，然后我们这儿有2条加门头灯，这就是我们所有的户外灯。之前是因为它不够，我们会在这个中间挂一个灯往下照哈，但这一次呢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。户外灯我们也可以不用带了。上去吧，把灯打开，仔细从里面往外面擦吧。空调顺便也从这里按开。来看看这一车的东西，后排还有满一后座。我们今天要全部弄在车上去啊。然后倩倩先把这个地擦出来，现在正在清洁这个地面，清洁完之后我就可以光脚上来了。让把空调打开先吹暖，然后我们要把东西放在上铺，开始装货了。这就装货。我们要先找一下放在外舱的东西哈。吸尘器等会儿现在不能吸，现在吸完这吸尘器报废了，全是沙子。我们要先找一下放在外舱的东西，这些都是我们什么电钻啥的，这个要放在经常容易拿的地方，因为我们经常要弄着什么驻车之腿之类的。这个舱我看就不错，对吧？到时候我们放电线什么的全放在这里。